前不久，我国第39批护航编队已经出发，我们派昂贵的 052D 驱逐舰去对付索马里海盗，到底划不划算呢？各位老铁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就在前几天，我国派出的第39批亚丁湾护航编队已经出发。随着我国海军的不断壮大，这派出去的护航编队的舰艇性能也是越来越好。像一开始我国一般派出的就是 054A 型护卫舰，再加上一些上一代的驱逐舰，而现在就不一样了。就比如说这一次我国海军派出的就是 052D 型乌鲁木齐号导弹驱逐舰，加上一艘 054A， 再加上一艘补给舰，这其中乌鲁木齐舰服役也没几年，算是我国海军的新锐舰艇。而亚丁湾护航大家也都知道，主要就是为了防止索马里海盗绑架路过民船上的海员。在2008年之前还没有海军舰艇护航的时候，这些索马里海盗那可是相当一视同仁，不管是哪国的货船，哪怕是美国船只，照样给你将船上的海员绑架走，索要赎金。而各国想要营救，那也是困难重重，着实是让各国头疼不已。之后联合国便决定授权各国军舰在亚丁湾为各国民船进行护航，这才好了许多。对于索马里海盗的实力，相信大家也都在新闻中见到过，基本上就是一个小艇加上几支自动步枪，好一点的可能还会凑个 RPG。 而这些海盗也都是没受过专业训练的普通人，甚至连双鞋都凑不齐，很多都是穿着拖鞋甚至光着脚。实力其实对于各国海军来说简直可以忽略不计，也就只能威胁一下民船船员。而目前我国派出的可都是海军的主力舰艇，这些舰艇出海一趟，那花费可是个天文数字。因此呢，也就有不少老铁觉得这是不是搞成了大炮打蚊子了，就不能派出海监船这样的执法船只去进行护航作业吗？这些执法船的火力对付海盗也是绰绰有余。关于这个疑问，虎哥想说的是，大家还是想简单了。亚丁湾护航的好处，那可不是一般国家能体会的。要知道，中国海军在此之前那是相当缺乏远海训练的。一方面是舰艇本身的性能以及可靠性不太允许这么干，另一方面美国的封锁也太严密，导致我国海军出远海的机会很少。很多时候我们的海军官兵就只能在海边吹风，这样怎么可能会有战斗力？在此之前，我国非常缺乏这种能够锻炼海军远洋部署能力的行动或者说训练，而亚丁湾护航则正好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合理理由，能够光明正大地进入印度洋，而整个过程也对海军官兵远洋航海经验的提高有着不可估量的作用。有这么好的机会，不把自家的主力舰艇都派出来锻炼锻炼，那可就太浪费了。这个时候要是只能使用便宜吨位小的军舰或者执法船去执行亚丁湾护航的任务，那可就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了。舰艇的使用成本提高，相对于海军官兵战斗力的提高来说，可以直接忽略不计。而这些年的亚丁湾护航也的确是极大地丰富了航海经验，甚至还在沿途建了吉布提保障基地，有了常态化进入印度洋的理由，怎么算都是大赚特赚。另一方面，如果说派出执法船，其实也是不符合国际法的行为，因为国际上关于海洋的习惯法和成文法都是这么规定的，就是只有军舰或者联合国特别授权的合法船只才能够在公海上执行执法任务，而类似海监船这样的执法船实际上是只能在本国领海和专属经济区进行执法行动，打击违法犯罪行为。这样的好处不光是我们明白，军不见已经拉胯到成为了近海舰队的俄罗斯海军都要想办法拼拼凑凑，从太平洋舰队和黑海舰队抽调军舰，组成一支海军舰艇编队跑到亚丁湾来护航。毕竟尽管俄罗斯海军已经没有多少远洋舰艇了，也基本上没有相应的作战需求，但是这经验还是不能缺少的。万一哪天俄海军又能重现辉煌了呢？
到时候拿不出有远洋经验的官兵，那就尴尬了。可以说，去执行亚丁湾护航任务，这是锻炼舰队远洋战斗力的绝好的机会。一般的国家可没有这样的待遇。要是贸然派本国舰队出去逛一圈，那指不定就被人误会了。这种能够合理合法锻炼军队，同时还能展现本国海军军力的机会，还是相当少的。